孤单是一种常见的情绪，它常被误解，也容易被忽视。孤单不只是情感体验，它是一种深刻的生物信号，提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。在宇宙的运行中，万物都有吸引与排斥的力量。孤单并不是负面的存在，它是内在需求的呼唤。感到孤单时，是内心提醒我们需要更多有意义的连结，或是深入与自我接触。孤单是一种保护机制，提醒我们心理健康的重要性，像宇宙中的信号灯，指引我们充实内心。它不代表缺陷或不被爱，而是需要更好地照顾自己。人们对孤单常抱负面看法，甚至试图逃避它的存在。然而，孤单是正常的体验，接纳它是接受真实的自己。就像吸引力法则所述，专注正面情感，会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。当我们接纳孤单时，更容易与他人连结。孤单不可怕，忽视孤单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忽视它就像忽略饥饿感，只会让我们更痛苦。当感到孤单时，尝试向内关照情绪，给自己时间与空间疗愈，这是自我探索的契机，也是与内心和解的过程。孤单让人无助，甚至陷入负面回圈，但孤单在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。静下心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问问自己需要什么，是否忽略某些关系，是否需要更多关注自我。内在探索如寻找位置，找到中心，孤单便减轻。孤单是指引，提醒我们建立外界连结，但连结应基于真诚，而非填补情感的空白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积极互动能吸引正向能量，主动联系重要的人，参与能让人快乐的活动。这些行为减少孤单感，并建立深厚的情感连结。孤单是成长的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审视方向与价值观。接受孤单，汲取力量，会让人更坚韧与智慧。宇宙的核心是平衡，孤单帮助我们找到和谐，像吸引力法则中的正负平衡。孤单提醒我们寻找自己的平衡点。孤单是正常且有意义的情绪，提醒我们需要内外连结。接纳孤单，寻找启发，能建立更深层次的满足。记住，孤单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忽略它的讯息。当感到孤单时，停下脚步，探索需求，寻求真诚连结，给自己时间与空间。你会发现，孤单是成长的起点。当我们静心思索人生时，总会发现挑战与困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。从孩童学走路摔倒，到成人面对生活压力，每一次挑战像命运安排。然而，换个角度看待，就会发现它们是一种美丽与成长的契机。宇宙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巨大系统，我们的每次经历都与能量流动相关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所经历的一切是思想与情感的反应。专注于困难时，它们会显得更加巨大；专注于希望、解决方案，宇宙则回应积极能量，帮助我们找到出路。试着回想那些迷茫时刻，是否成为成长的基石？失去的工作、失败的关系，甚至身体的不适，当下或许痛苦，但往后人生中，它们铺垫通往未来的路。这正是宇宙的一刻。挑战不是终点，而是转变的开始。学会享受当下，是在困难中找到自由与喜悦的关键。面对挫折时，抗拒现实常带来更多焦虑与压力。与其抗拒，不如接受，并从中寻找可以学习的智慧。
当暴风雨来临时，无法阻止雨水倾盆，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，撑起一把伞，或站在雨中感受自然的力量。同样，困难出现时，可以抱怨，也可以相信它是坚韧的机会。哲学家曾说，痛苦是我们的老师。准备好学习时，痛苦就会停止。每次困难都是宇宙向我们伸出的邀请，邀请我们参与一场自我探索与内在力量的旅程。吸引力法则框架中，换角度看待人生是一种强大的能力。相信每一次经历都是宇宙安排的剧本，便能以开阔心态迎接。举例说，如果处于低潮期，可以问自己，这段经历正在教我什么？可能它提醒珍惜，或鼓励尝试新的方向。研究显示，将焦点从问题转移到感恩，脑中神经回路改变，带来更积极的情绪，让人更快乐，吸引更多正面经历。实践享受当下的积极心态并不困难，几个日常方法便可让生活更有意义。每天写感恩日记，回顾让你感恩的3件事，一杯暖心咖啡，一场对话，或是美丽的夕阳，记录小美好。注意力聚焦生活积极面，更容易接收到宇宙的正能量。面临困难与焦虑时，深呼吸与冥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。闭上眼睛，专注呼吸，让思绪平静，释放压力，找到方法。与自然连结易疗愈，无论在公园漫步，或透过窗观云朵，这些瞬间让人感受生命的美丽与奇妙，内心充满平静快乐。用不同角度看待困难，将挑战视为隐藏的礼物，问，这能教我什么？心态转变，从受害者变为学习者，拥有更多突破机会。透过这些方法，我们能更好享受当下，活得丰盛且有力量。宇宙的能量流动，无时无刻影响人生。开始相信每次挑战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安排，便能在困难中找到自由与喜悦。如夜空闪烁的星星，虽距遥远，光芒却指引希望。生活不总阳光灿烂，但风雨后彩虹迷人。学会欣赏阴影与光亮，人生成为动人诗篇。愿你勇敢拥抱挑战，并在经历中找到美丽。宇宙秘密在于经历困难，才能看见内心的光芒。当我们开始接受并喜欢自己，就会发现那些曾经渴望的东西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不需要外界的点缀来定义我们的价值。真正的快乐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上。在这个充满追求和竞争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曾经停下脚步，问过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是更多的金钱、名声，还是某种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？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会发现，这些外在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填补内心的空缺，它们更像是短暂的满足，而非持久的快乐来源。宇宙有其独特的智慧，它以神秘而精准的方式运行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吸引力法则的引导下，与自己散发的能量频率对应。当我们专注于外在的渴望时，内心的匮乏感也会同步放大。这时我们向宇宙传递的信号是，我不够好，我需要更多来填补这个空白。然而宇宙的回应是诚实的，它只会反映我们的内心状态，将更多的匮乏感带回我们身边。故事的转折往往来自一个简单的觉察，
当我们停止寻找外界的认可，转而将目光投向内心时，奇迹开始发生。我们发现，原来内在早已蕴藏着无穷的能量与智慧，而这股力量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外在物质的追求。西索，你的内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宇宙，这片宇宙中包含了所有你所渴望的爱、和平与快乐，但它们都被层层的怀疑与不安掩盖住。当我们学会接纳自己，并真心喜欢上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时，我们开始剥开那些覆盖在内心之上的迷雾，逐渐看见内在的丰盛。这正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。我们所吸引的，不是我们想要的，而是我们所是的。如果我们内心充满匮乏感，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匮乏；但当我们内心充满爱与感恩，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爱与丰盛。因此，改变的关键在于，首先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，学会与自己的内心和解。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位女性从小对自己的外貌充满不满，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，不值得被爱。她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外在的改变上，无论是昂贵的化妆品，还是华丽的衣服，她都不遗余力。尽管如此，她的内心依然感到空虚，甚至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有一天，她偶然读到一段话：真正的美来自内在，只有当你接纳并喜欢自己时，你才能吸引到真正的爱。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她，她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。每天，她都对着镜子告诉自己：你很美，你值得被爱。一开始，她感到非常不自在，甚至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有效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发现自己的内心慢慢发生了变化。她不再执着于外貌的完美，而是开始欣赏自己内在的特质，逐渐找回了自信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当她不再追逐外在的认可时，她的生活开始变得丰盛起来，不仅吸引了更多真心的朋友，也遇见了一位真心爱她的伴侣。这正是吸引力法则的力量。当我们爱自己时，宇宙便会回应我们的爱，带来更多的爱与喜悦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程，那么接纳自己便是通往快乐的起点。当我们学会与自己和解，停止与他人比较，停止追逐那些我们以为可以带来快乐的东西时，我们便找到了真正的自由。我们不再需要外界的点缀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是无法被取代的。这个过程或许不容易，因为它需要我们正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。然而，当我们勇敢地跨出这一步，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心时，我们会发现，那些恐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大，它们只是内心深处的小声音，提醒我们需要更多的爱与关怀，而这份爱，正是我们能够给予自己的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专注于内在的丰盛时，外在的丰盛便会随之而来。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努力，而是我们的努力将更有方向，更符合内心的渴望。我们不再被过去的恐惧或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束缚，而是活在当下，专注于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最終，我们会发现，真正的快乐其实非常简单，它不需要昂贵的物质或外界的认可，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平静与满足。当我们与自己建立起深刻的连结，当我们接纳并喜欢自己的全部时，宇宙的丰盛便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流向我们的生活。
因此，亲爱的读者，请停下脚步，花些时间与自己对话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否真正接受并喜欢我自己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不要气馁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多爱自己一些，试着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。当你开始这场内心的转变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宇宙正在以一种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支持着你。记住，真正的快乐从不需要外界的点缀，它一直都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。你只需停下脚步，静静地感受，便能触碰到那份无与伦比的丰盛与平静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